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影片制作艰辛，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在中国大陆，高考被认为是影响一个人终身命运的大事，很多学生为了追求好成绩拼尽了全力。可是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也让很多学生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阴影。马上今年的高考就要到了，今天我们就来转述一则中国校园中关于高中生涯的灵异传闻。这个事情有多个版本，我整理汇总后尽量把事件完整的版本复述给大家。我是一个学习很好的高中生，也就是别人口中的学霸，名叫林峰，今年高3，即将面临高考。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总是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努力学习，希望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满足父母的期望。但是学习压力让我感到很烦躁，有时候我甚至想逃离这个地方。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老旧的重点高中，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学校的建筑风格很古典，走廊和教室都很阴暗，校园始终笼罩在一团压抑的气氛下。墙壁上挂满了老师和学生的照片，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学校的每年高考成绩都很好，属于全省乃至全国都闻名的重点高中，所以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学习，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学校里也流传着一些灵异传闻，几年前有学生被老师逼着背书，导致跳楼自杀的事情，还有老师在办公室里发疯了，半夜教学楼的扫地声等等。但这些也仅限传闻，每个学校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类传闻，没有人知道真相，也没有人去追究，只是偶尔会在学生之间传说。这些故事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大家都视若无睹，只顾着自己的学业。学校每年到了高考前夕的几个月，就会有些插班生，属于高考移民之类的，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希望能在这里考出好成绩。大家都比较专注于学习，所以也没人在乎谁来谁走，我也不例外。我从来不和插班生交流，也不关心他们的背景和故事，我只知道他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和我们一起上课，一起自习。学校的制度很严格，每周都要安排一些学生轮流打扫卫生，包括教室、走廊、厕所、操场等等。这个任务并不繁重，但是对于一个承受巨大学习压力的高考生来说，没有人愿意做，因为有背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作业。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就会被老师罚写检讨或者扣分，所以大家都只能硬着头皮去做。每周我是轮到周末的时候打扫卫生，因为自习课已经很晚了，所以打扫卫生经常都天黑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学校在晚上就像一座鬼屋一样，黑暗而寂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我总是想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回寝室。一个周末，我在值日打扫卫生时，天已经很黑了，冬天的夜晚格外寂静。我负责的这个教室在走廊的尽头，跟我一组的同学打扫完以后就早早回寝室了。我把走廊清理干净以后，就回教室放东西，发现有一个同学站在教室的后黑板，我只能看到背影，分辨不出是谁，或者说根本无心去分辨是谁，可能在背书，也可能打算在黑板上验算题目。我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有多想，就走过去拿我的书包。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也没有和他交谈，就像他不存在一样。因为沉重的学业负担让我毫无心情去关心别人，我拿起书包就回了寝室。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每天都忙于学习，为了高考而奋斗。我没有空去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没有心情去关注那些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时间飞快，转眼又到了我值日的日子。按惯例收拾完卫生，打算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我没想到的是，我又看到了那个人影，他还是站在教室的最后一个角落里，背对着我，面对着墙角。教室里的灯光很暗，让他看起来更加阴沉和诡异。我开始感觉有点好奇，也有点不安。他到底是谁？他在做什么？
我叫了他几声，但是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动一下。教学楼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们2个人和寂静的空气。我不敢靠近他，我试着关掉灯，再打开灯，反复几次，想要让他注意到我，或者让他离开，但是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像一尊雕像一样安静地面向角落站住。这时，我感觉事情可能有点不寻常，也有点恐惧。我不想再和他待在一起，也不想再看他的背影。我抓起书包就往外跑，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关门，我只想赶快回到寝室。由于连续2周值日没有关门也没有关灯，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负责值日的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姓王，是一个中年男人，很严厉，有时会很暴躁。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高，对我们的生活近乎苛刻。他看住我，眼神严肃，语气冷淡。他问我为什么不按规定做好值日的工作，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会给我记过或者扣分。我告诉了他我的所见，我说我每次值日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教室里，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说我试过和他交流，但是他没有回应，也没有动作。我说我觉得很害怕，也很奇怪，所以就跑回寝室了。我说我不是故意不关门不关灯的，只是想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他的脸色难看，似乎觉得我在狡辩，摇了摇头说我这是在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影。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在撒谎。他说我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出现了幻觉或者精神问题，他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去休息一下。他甚至说我这样的行为和言论不利于我的学习和生活，也会影响我的同学和老师，并且教育我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不要再找借口和理由。我在他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前惶恐而无奈。我又争辩了几句，说我没有说谎，也没有幻觉，那个人影是真的存在的。我说我可以证明给他看，只要去教室里一看就知道了。他略显愤怒，说我不要再固执己见，也不要再浪费时间。他说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去查监控，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有监控摄像头，可以记录下所有的情况。他说这样就可以清楚明白地让事实说话。随后带我去了学校的监控室，监控画面放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对着角落说话，根本没有另一个人。我看到自己的样子，很惊恐，很困惑，也很可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他到底去哪里了？他是不是在捉弄我？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我想大声喊叫，但是没有声音。老师看住我，眼神冷漠，说我现在相信了吗？我茫然困惑，甚至不再听到老师在旁边对我说了什么。我只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无法醒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心结，整个一周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总觉得那个人一直在教室里。我甚至分不清哪个同学有可能就是那个人。我开始害怕上课，害怕值日。该来的总要来，又是1周的值日，也是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值日。毫无悬念的，我在值日结束时再次看到了这个人。他还是站在教室里，还是背对着我，还是面对着墙角。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好像一直在等我。我不再害怕，也不再好奇，我只有一种决心，就是要揭开他的面纱，要让他露出真面目。我走过去，没有叫他，没有问他，只是直接伸出手，想要转动他的肩膀。但是就在我快要碰到他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露出了一张熟悉而陌生的脸。那是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本集已经播放完毕，在这里我祝愿大陆所有面临高考的学子们可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也想给大家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而不是一次博弈。没有什么是比我们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节目制作不易，新频道经营困难，恳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支持。